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一个全球先锋最关心的话题 ：Pi Network 2025年第一季度能否进入主网？最近，关于 Pi Network 即将在未来3个月内进入主网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这可是核心团队亲口说的，连尼古拉斯博士也在各种场合提到过。不过呢，咱们也得清醒一点 ，Pi Network 的团队毕竟是在美国开发的。所以它能不能顺利主网，能不能成功，说到底还是得看美国的政策脸色。不知道咱们中文区的先锋们对这个说法怎么看呢？是不是也有同感呢？ Pi Network 想要成功，就要跟着比特币和以太坊的技术政策来判定。Pi Network 再有用户体量，目前来看也比不上2位老大哥。毕竟 ETH 已经上线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政策，不然真的是一个没有一个结果的坚持，你们说呢？接下来，咱们把目光放得更远一点，聊聊2025年加密行业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大事。这一年，全球金融市场可能会迎来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加密技术将从边缘走向主流，从混乱走向规范。一系列重大事件和技术突破将推动市场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深远影响。今天，咱们就来深入探讨一下2025年加密行业的8大事件，分析它们的背景和影响，并激励每一位行业参与者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首先，咱们来聊聊特朗普新政府班底履新这件事。特朗普的第2任期预计将为美国金融监管带来新的方向，尤其是在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和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的政策制定上，新的领导班子可能会采取更开放、更灵活的监管态度，推动市场发展。具体来说 ，CFTC 可能会将更多主流加密资产，如 Solana 和 Polygon 归类为商品，明确其监管框架。同时 ，CFTC 还可能加速审批更多的加密期货和期权交易，为机构投资者提供更广泛的对冲工具。此外，全球化合作也将成为重点，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监管机构的合作，推动跨境交易的合规和标准化。接下来，咱们来看看 SEC 的转变。继比特币和以太坊现货 ETF 之后，更多主流资产的 ETF， 如 Solana、Hedera 可能获批，进一步推动资金流入。稳定币也可能被纳入支付工具框架，促进主流支付与结算系统的整合。CFTC 与 SEC 的联合行动可能会推出统一的加密资产分类标准，推动机构资金更顺畅地进入加密市场。这些变化将提升市场透明度，减少不确定性，吸引机构巨量资金入场。同时，更严格的合规要求可能会淘汰部分中小型项目，市场将向更加集中和成熟的方向发展。面对这些监管的转折点，每一位行业参与者都应积极适应变化，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只有合规经营，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接下来，咱们来聊聊以太坊的 Duncan 升级与 Pactrail 技术革新。以太坊将在2025年迎来多项技术升级，包括 Danks Harding 全面实施和名为 Pactrail 的升级。这些技术改进将显著增强以太坊的可扩展性和用户体验。具体来说，账户抽象 EIP7702 将简化用户操作，支持复杂的去中心化应用 DApp。零知识证明支持 EIP2537 将提升隐私和扩展能力。验证者质押上限提升 EIP7251 将提高网络效率，为机构参与质押提供便利。数据可用性采样 PeerDAS 将降低 Layer 2交易成本，推动生态扩展。这些技术革新将吸引更多开发者和用户进入以太坊生态，推动去中心化金融 DeFi 和 NFT 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以太坊的技术革新为行业带来了无限可能，每一位开发者和用户都应积极参与，共同推动以太坊生态的繁荣发展。接下来，咱们来聊聊
全球稳定币监管框架落地这件事。2025年 G20 预计将完成全球稳定币统一监管框架，这将对稳定币的发行、储备要求和跨境支付应用产生重大影响。2024年，稳定币领域融资达 18.6 亿美元，其中 Stripe 以11亿美元收购 Bridge Network。传统机构如 PayPal 的 Payeest 的市值已突破10亿美元，推动稳定币支付与传统支付的融合。区域性监管如欧盟的 MiCA 法规和香港的稳定币沙盒计划将在2025年全面实施。稳定币将在高通胀地区和国际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市场规模有望突破4000亿美元，成为加密领域增长最快的赛道。稳定币的普及为全球支付带来了革命性变化，每一位行业参与者都应抓住这一机遇，推动稳定币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应用。接下来，咱们来聊聊 AI 与区块链的深度融合。人工智能 AI 与区块链的结合正在引领技术创新，特别是在 AI 钱包、去中心化 AI 代理和 AI 训练网络领域。2025年，这一融合将催生多项新技术和应用。去中心化自主聊天机器人 DACs 将基于区块链的 AI 聊天机器人可自主管理资产并完成复杂任务。AI 钱包将支持自主投资和支付功能。身份验证与隐私保护将确保交互的真实性和隐私性。AI Agent Virtual 作为新一代 AI 与区块链协议，通过快速部署自主智能体和即插即用的基础设施，推动了 AI 在元宇宙和 Web3 中的应用，吸引了广泛的社区参与和投资支持。而 Eliza 则作为全球首个聊天机器人，奠定了人机交互的理论基础，为现代 AI 代理的逻辑和功能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和历史积淀。谷歌、苹果等科技巨头将推出 AI 代理产品。去中心化 AI 网络如 Fetch AI 将成为市场热点。AI 与区块链的结合有助于降低 Web3 的技术门槛，增强用户隐私与安全性，同时推动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的融合发展。预计到2025年将催生更多主流应用和技术突破，引领行业向成熟迈进。AI 与区块链的融合为行业带来了无限可能。每一位技术开发者和创业者都应积极探索，推动这一融合在更多领域的应用。接下来，咱们来聊聊比特币和以太坊 ETF 的全球扩展。现货比特币和以太坊 ETF 的获批，为加密市场带来了资金流入和主流认可。2025年，更多资产可能进入 ETF 领域。截至2024年12月，比特币 ETF 管理规模已超过1000亿美元。多家机构已提交 Solana ETF 的申请，包括 Bitwise、VanEck、21Shares 和 Canary Capital。这些申请主要集中在2024年11月提交，预计最终审批截止日期将在2025年8月初。同时 Canary Capital 和 Bitwise 等机构已向 SEC 提交了现货 XRP ETF 的申请。ETF 的普及将增强市场的流动性和透明度，更多传统机构资金将大规模涌入。ETF 的扩展为加密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每一位投资者都应抓住这一机遇，积极参与市场，分享行业发展的红利。接下来，咱们来聊聊现实世界资产 RWA 代币化的突破。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 RWA 在2024年取得显著成绩，2025年市场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2024年锁仓量 RWA 市场总值已达600亿美元。主要项目 Ondo Finance、Maple Finance 和 Centrifuge 推动资产上链。稳定币市值截至2024年3月，稳定币作为 RWA 的最大板块，其市值超过1500亿美元。代币化金融产品，贝莱德、富兰克林邓普顿和 Ondo Finance 等机构推出了自有的代币化金融产品。市场规模突破， RWA 锁仓量预计突破2000亿美元。更多资产类别，
包括股票、房地产和大宗商品的代币化将加速。RWA 代币化为传统资产带来了新的流动性。每一位资产管理者都应积极探索，推动更多资产类别的代币化，分享行业发展的红利。接下来，咱们来聊聊 NFT 复兴。NFT 非同质化代币正逐步从最初的艺术收藏品和投机工具转型为实用性更强的链上工具。2025年，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和 Web3 生态的扩展， NFT 在实际应用中的潜力将被更广泛的发掘。实用性成为核心驱动， NFT 不再局限于收藏价值，而是逐步融入实际应用场景，如链上身份、DID、游戏内资产、会员资格和消费者奖励。新兴市场与跨界合作项目如 SofaMon 通过将 NFT 与表情符号市场结合，实现数字身份和链上可穿戴设备的经济价值开发。技术与行业支持， NFT 在2024年表现出更高的技术灵活性，被用于标记、转移和评估数字资产与现实资产。推动 Web3 生态的成熟， NFT 的实用化为 Web3 生态注入新活力。通过整合身份管理、会员权益和跨行业的创新应用，重塑品牌与消费者关系。传统品牌的加入，如 IWC， 表明 NFT 已成为品牌重新定义用户体验和品牌忠诚度的重要工具。推动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变现，像 Story Protocol 这样的项目表明 NFT 可以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工具，特别是在打击假冒产品和为创作者赋权方面。加速链上与链下经济的融合，通过 NFT 的代币化与评估能力，加密资产与现实经济的连接将更加紧密，为资本市场提供更高的透明度和流动性。投资市场的活跃与规范化，2025年的 NFT 市场将更加规范化。 NFT 不再是单纯的投机工具，而是具有长期价值支撑的资产类别。 NFT 的复兴为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每一位创作者和品牌都应积极探索，推动 NFT 在更多领域的应用，分享行业发展的红利。最后，咱们来聊聊 DeFi 2.0 资本效率与合规性提升。 DeFi 协议将在2025年通过增强资本效率，引入链上信用和整合 RWA 进一步发展。 DeFi 协议在2024年显著推动了资本效率的提升，通过创新机制优化资金利用模式。传统 DeFi 协议如 AF、Compound 依赖高抵押率机制，导致资本效率低下，而新兴协议则采用了协议自有流动性 Protocol Owned Liquidity、POL 模式，通过持有流动性持资产或引入锁定机制来降低对外部资本的依赖。例如 Balancer 和 Curve 的流动性锁仓奖励显著提高了流动性稳定性。链上信用的引入是2024年 DeFi 发展的重要方向，通过用户链上行为，如交易和偿还记录，评估信用，从而降低抵押要求，并释放更多资金流动性。例如 ARX 和 Spectral 等信用评分协议已开始应用于多个借贷平台，而 AF 和 Maple Finance 等主流协议正在测试低抵押或无抵押借贷模式，为 DeFi 领域带来了新的资本释放路径。现实世界资产 RWA 的整合是2024年 DeFi 发展的另一亮点，通过将债券、房地产和应收账款等传统资产代币化，提升资本效率。例如 MakerDAO 新增了美国国债和企业债券作为抵押品，使其代稳定币供应量增长超过 20%。 此外 Ondo Finance 专注于美国国债代币化，其锁仓量突破6亿美元。Hyperliquid 创新的代币标准 HIP-1 和 HIP-2 增强了代币的实用性和流动性。HIP-1 允许用户创建直接与链上现货订单簿挂钩的可替代代币，将代币提升为专门的金融工具。与 ERC-20 标准相比，确保了及时的可交易性和高性能，专为金融资产设计。资本效率提升 POL 和动态借贷利率
将吸引更多资金流入，推动2025年 DeFi 锁仓总值突破3000亿美元。链上信用重塑借贷，链上信用普及，降低抵押门槛，促进低抵押借贷规模倍增，吸引更多用户和资金参与。RWA 代币化扩大资产类别，合规化与机构参与加速，合规框架出台，吸引机构资金，推动 DeFi 多元化发展，强化其与传统金融的深度融合。DeFi 2.0 为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每一位开发者和投资者都应积极探索，推动 DeFi 在更多领域的应用，分享行业发展的红利。总的来说，2025年将是加密行业迈向成熟与多元化的一年。这些重大事件和趋势将共同推动市场的规范化、技术创新和主流化，同时吸引更多传统机构和零售用户的加入，加速加密行业与全球金融体系的深度融合。每一位行业参与者都应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共同推动行业的繁荣发展。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大家能从中学到一些有用的信息，也希望大家能在未来的加密行业中抓住属于自己的机遇。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分享和订阅哦。咱们下期再见。